但是出现了比较不错长期投资的建仓的信号，甚至跌破了都应该加仓和大举买入。Good morning,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金沙，欢迎来到全网最硬核的美股分析频道。今天呢，我用一个视频结合了 DCF 基本面分析，还有技术分析，来告诉你能不能限价买入英伟达呢？如果你最近正在寻找机会买入英伟达的股票，那么看这一个视频就够了。那么我们话不多说，现在正式开始。那么先从消息面开始，受到多重消息影响。第一呢，软银在最新财报中确认了10月份把所有的英伟达持仓全部清仓，套现大约了58亿美金，说是要倒腾它这些资金去 OpenAI 做新一轮的这个 AI 投资。这一下其实对整个市场的解读就是聪明钱在 AI 进行高位的兑现，再叠加大空头，就是这个 Michael Burry 这个跳出来用这个 put 来做空英伟达还有 Palantir， 到处喊这个 AI 泡沫啊怎么样，仿佛点燃了市场一般，就像当年的这个互联网泡沫，以及叠加了这个短线资金的一些这个 profit taking。年底基金做这些绩效锁定或者再平衡，以及媒体不断放大的 AI 泡沫叙事，几股力量叠加在一起，把这个英伟达从11月份创出的这个新高，一路打回现在180到190这个区间。你在盘面上看到那种开盘冲高，盘中快速跳水的这种过山车行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判定是短期资金在场内博弈。不仅这个短期的资金博弈，同时也会有一些中长期的潜在风险被市场拿出来重新审视，例如这个中美科技博弈的一些升级，再到中国监管部门正式要求国家资助的数据中心这个项目禁止再采购外资 AI 芯片。同时有报道也说，字节跳动在新建数据中心被明令禁止使用 NVIDIA 的芯片，要么改用国产的方案，要么你就把你这个训练任务给我搬到海外机房。这等于在政策层面硬生生把 NVIDIA 在中国本土的一些增量也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另一方面，竞争也在慢慢抬头，比如 Google 最近做的这个叫做 Google TPU， 正在和 Meta 谈一些他们的 AI 芯片大单，潜在的未来一部分算力可能会从这个 NVIDIA 手里被挖走。切记，各位看金沙视频的朋友们，切记 NVIDIA 永远是好公司。目前这波调整，最多是一些利率预期、机构调仓，这个情绪杀估值。真正拉长周期看，买英伟达的未来是10年能不能持续收割 AI 基建，从而获取天量的这个长期现金流。接下来我们就用结合最新 Q3 财报的 DCF 模型认真来看一眼。在最新一堆利多利空各种新闻炒得那么凶的 AI 泡沫它的背景下，这个价格的 NVIDIA 究竟有没有出现买入的机会呢？好的，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眼财报。我的财报是在 Moomoo 平台上看的。顺带说一句， Moomoo 现在的活动真的好到离谱，不管你在哪个国家，美国用户都能拿到最高$1000英伟达的奖励，还有最高8.1%的利率，这不比你把钱放在银行里更香？加拿大用户最高4600加币，6%的利率。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还有新西兰、日本都有非常好的奖励。开户的链接我放在了评论区了，你们可以点击我的评论区链接进行注册。我也是把一些财报数据导入了我的 Excel 里面。我们先来看一眼这个收入这一栏，2023年是580亿，2024年呢就是冲到了1246亿，同比增长115%。2025年这一栏 DCF 里面，我根据最新的数据已经拉到了2058亿，同比大概65%左右。这几年的走势真的是标准的，这个叫做宇宙增长级的曲线。一句话就是整个地球的数据中心都在给英伟达打工。
但重点在后面，我给你往下看。2027年的收入我给到的是4098亿，等等等等，到最后这个2030年它的末端增速我给到的是5168亿，增速只剩3%。和上一版 DCF 不一样的是，这一些橙色的数字你们能看到，根据这些橙色的数字，我进行了一些数据的修正，营收的数值以及这个利润率都有一些整体的提高，导致最后英伟达的估值也进行了一些不一样的修复。就是根据这张估值模型映射出来了一个叙事，按照目前英伟达的业绩展望，24到26年这种50%、60%的这种超级高增长啊，甚至到100%，未来呢大概率不会继续了。英伟达会最终滑向一个这种类似于个位数的成熟曲线，变成类似 AI 基建蓝筹的这种角色。那么我们在后面根据这个自由现金流算出来，英伟达的3档估值才能更贴近这个目前真实世界的情况啊，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淫来幻想一个英伟达的直线向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利润率，来更加直观的分析英伟达这家公司。能看到2024年这一个 EBIT 是825亿，2025年一下到了这个1295亿，利润率是63%。从2026年到2030年都是66%左右，跟华尔街分析师预估的其实大差不差，并没有很大的出入。利润率这一块达子还是很稳健的。还有值得一点看的是这个 CapEx， 所有大公司来说 CapEx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值。2025年的 CapEx 就是5505个 million，2026年呢预估略微下降到了5402，占总营收的2%。这一个我直接运用华尔街分析师的数据，一直到2028年，剩下2年是我自己做了一个线性的一个预估。总体来说呢，资本支出对比起第一版这个 DCF 其实是有些许下降的，对于英伟达的自由现金流来说，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好处。我们可以大概聊一聊 WACC 和这个 TGR， 就是一个是加权的资本成本，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这个末端增长率。我其实对于3档估值来说，给到的都是至少是 base 的一个 WACC 跟这个终端增长率8.5%，还有3.5%。目前市场的叙事也是围绕着 base 这一块的终端增长率还有 WACC 进行估值。但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它的降息一旦有些许的转变，这一张 DCF 我就得重新做，因为这个 DCF 都是运用着当天的数据进行的专业估值，所以一旦不降息，对于英伟达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伤害的。那么我就先把这个结论给大家摊开来讲一下。根据最新的这一张这个第2版的英伟达估值，它同样有3档的内在价值。悲观档我给到的是171.49美金一股，中位档我给到的是204.17美金一股，乐观档我给到了322.01美金一股。而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英伟达的现价是180.26美金。如果未来走向悲观叙事，或者大盘有些许回调，现在这个价格只是略偏贵一些，但是非常有限，甚至只有5个点的回调。如果在中位叙事，罕见的英伟达也是出现了略微低估的情况，它的价值体现居然是略微低估。但是如果走出了乐观走法，英伟达就是出现了一个大型的低估，内在价值居然到了322。但是目前这一档价位也是所有的大众以及专业投资者都在博弈的。如果它真的走出来了，英伟达就是本频道目前为止出现的第一个巨大的价值洼地。那么我们不妨先 break down 一下这3档估值吧。第一档悲观档171.49美金，这一档背后的假设就是我心里说最坏但又说得过去的一个情况。第一呢，我们 WACC 用的是8.5，Terminal Growth Rate 用的是3.5，基本上只比美国的长期 GDP 略高一点。WACC 我认为也是非常的合理。收入增速走的是 conservative 这一条线。
随着时间的增长，到了2030年，逐步会接近0%的增速。虽然是零，但是也是属于一种躺着赚的概念。同样 ，EBIT 利润率也是在66%左右。代表着什么呢？就是英伟达的芯片叙事没有变，依然是行业霸主。这个场景讲的是 AI 最疯狂的这一波已经过去了，客户开始算账，到处找这个替代方案，利率呢又不给力，美联储降息又没降多少，资金呢更偏向一些防守类的资产。在这种组合之下 ，DCF 算出的内在价值只有$171左右，和现在的$180相比，大约只有5%的下行空间。市场依旧会把它记入一只仍然非常能赚钱，但是估值已经类似于锁死你在$5万左右的成熟科技蓝筹的股票。第二个不得不提一下，就是中卫档。它目前的内在价值在$204.167一股，这一档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目前最接近华尔街和所有聪明钱在做抛售的一个价位。你看我 DCF Base 的这一档，从2026年开始这一块，你们看 DCF 就是 Base 这一档，从2026年开始56%一路下降到3%，其实非常的合理。以及符合目前所有数据的导向以及展望的概念，其实它是非常的合理，非常符合目前所有数据的指向以及展望的导向。EBIT 我同样给到的也是66%，横着走，和悲观档的数值其实用的是一样的，包括 WACC 还有 TGR。这个场景讲的是什么呢？这个 NVIDIA 不会一脚被踢出牌桌，它会继续当行业老大。份额依旧是行业老大，仍然接近半垄断，增速自然的往下走，就像所有企业一样，永远不可能保持高增长，但是利润率还有现金流都是维持在高位。在这种假设下 ，DCF 给出的内在价值就是$206.17，比目前的$180有将近12%的上涨空间。所以为什么我说按这一版升级后的 DCF？英伟达在180这一档可以算得上是有一些低估。说白了，英伟达就是一只贵是贵，但是贵的它是真的有道理的 AI 基建龙头。第三个就是大家最爱听的乐观的估值，给到了$322，这档就比较像整个市场在高潮期给英伟达讲的那个终极故事。收入增速方面用的是 optimistic 这一条路。2026年60%逐步递减到8%，用白话就是直到2030年 AI 对算力的需求依然在持续爬坡，英伟达的天花板一次一次的被抬高。EBIT 利润率更是夸张的66%拉到了68%，代表着英伟达不但没有被压缩毛利，反而靠着它的软件订阅、网络设备、系统方案等等的平台服务，就是它的CUDA，进一步把它的算力税率进一步提高，真正变成了那一个 AI 时代的现金牛。WACC 同时也是8%，Terminal Growth Rate 4%，非常好的一个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完完全全英伟达的内在价值是有可能冲到$322左右，比起现在的$180有足足44%的涨幅空间。倘若英伟达322亿也是接近了7万亿的市值，还是非常恐怖的。那么我们讲完了这3档专业的估值，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按照我这版结合最新财报之后的估值，英伟达以当前$180.26的价格，刚好是踩在悲观$171一股和中位$204一股中间，属于偏中位而且偏便宜的位置，当然不算一个地板价，但是出现了比较不错长期投资的建仓的信号。如果你是长期价格投资者，看的是3年到5年甚至更久，对于我给出的这3个区间会有一个对应的操作策略。第一档$170以及以下，贴近所谓的 low end 171，这一块就是模型里的悲观估值区，通常意味着市场把利率
监管、竞争这些风险讲得很满。从数学期望值的角度来看，这里反而是可以考虑加大仓位，放心吃货的阶段。第二档就是目前这一条180到204之间这一个价位，这里更多是一个正常价格略偏便宜的价位，适合用分批买入或者定投的方式逐步建立底仓，不建议在这个点位一把梭哈，因为往下到170仍然有一段杀估值的空间。第三档220到250，甚至往上抽到300，这时候我会想，市场基本上是在提前兑现乐观的 scenarios， 我个人会倾向做减仓或者卖一些 call， 例如 cover call 这类的方式，把一部分未来的高溢价先锁定在口袋之中。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得出的基本面分析的结果带入到图表中，看看有没有一些价格行为会侧向辅助我们的认证。两个关键价格 204.17 还有 171.49， 两个价格我做了两个水平的设线，你们能看到上面这一条 204.17 美金的水平设线非常刚好卡在前面这一个密集成交区的上沿，在这里来回冲高了几次，冲高到212以后就一路往下杀，所以从技术面上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压力位，而从估值里这个 DCF 的中位价也是重合，可见我这一份估值模型也正好对应上目前华尔街内部的一个公允价值的重合，也就是股价重回200以上的话，市场基本上是按中位估值来给英伟达定价，再往上冲就是在提前预知乐观情景了。同时下面这一个 171.49 也很有意思，这条线对应的是大涨前他们的一个平台颈线位置，看到这几根 K 对不对？是一个颈线位置，回踩到这里立刻会被拉起来，说明这一带会有很多 buyer 等着接筹码。同时在 DCF 这里又正好是悲观场景，所谓的 low end 估值，所以171这一带其实是一个技术面加估值面，技术面加基本面的双重支撑。从图形上看，前高变支撑的一个关键地位就是这一块，目前股价大概在180左右，正好是卡在204和171这一个箱体之中。我们能看到做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箱体，大概率目前市场会围绕着整个箱体进行震荡盘整，市场才会重新选择方向，所以市场再回到171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是短线和波段交易者，只要记住这两件事就够了。只要 AI 的故事还在讲，英伟达仍然是这轮大周期中最强的主力标的之一。真正决定你盈亏的并不是这家公司好不好，而是你在这3档估值线中哪一个价位进行出手。我个人觉得越接近170越是建仓的好时机，甚至跌破了都应该加仓和大举买入。越靠近200和300这一个区间，只要基本面没有变化，都是一个良好的套现时机。同时耐心往往比冲动更加赚钱。你现在手上已经有了一个3档估值价位的赔率表，就尽量让自己的每一次出手都是站在专业机构估值模型所谓划算的那一边，就是所谓的聪明钱。那么最后今天这一支其实就是针对英伟达做的第2版绝对估值的金融建模，从收入、EBIT margin 等等，一路到 WACC 和 Terminal Growth， 不是为了告诉你英伟达一定能涨到多少，而是让你看到真正长线机构投资者观察标的物他们涨跌的逻辑，他们是根据什么进行投资。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所有投资的标的物都是有周期的，情绪可以很波动，价格可以很极端，但长期来说最终还是会回到这一家公司究竟能产生多少现金流，还有合理估值的这一条主线。当然后面所有的热门标的我也会同样的机构级别的估值手法给你们一家公司一家公司的拆开来讲，
帮你们做更好的投资决策。这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先别着急走，你们下一期想看我分析哪一家公司呢？是想看 Tesla， 还是很火的 Palantir， 或者是跌势很惨的这个 Oracle， 对吧？你们把你们想看的放在评论区，下一期我为你们而做。最后一定要关注金沙，还有点赞评论哦。那么下一期再见，拜拜。